今天才知道，原来用打火机把吃完药这个外壳给它烤一烤，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妙用。很多人啊都不知道，都是感觉这个药壳没有任何用，就把它给扔掉了。其实呢，我们用打火机就这样给它烤一下之后呢，它的用处真的非常的大。首先，我们把这个药壳后边这张铝箔纸给它先撕开一点，然后呢，用打火机给它烤一烤，这个作用啊真的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实用。我们来看。打火机就这样烤完以后呢，烤成这个黄色的，就这样烤完以后，然后啊，我们来看它可以做什么呢？我们用它可以啊，你看烤完以后它是有个导通的功能的。如果不烤的情况下呢，这个铝箔纸上面是有层薄膜的，我们看它是不能导通的，是吧？然后我们再来测这个啊，烤完的这个，你听，可以导通了，是吧？我们用它呢。首先，你看，把它先拿下来一点，然后呢，用剪刀剪下来一小块，剪这么多就可以了。我们用它呢，可以呀，快速的解决家里边的一些常见的问题。你看，粘好之后，家里的 LED 灯非常的不耐用，一般用个几年就坏掉了，很多人都把它给扔掉了。其实呢，一定记得不要把它扔掉啊。我们只需要把它盖打开，然后呢，看一下这里边很多黄色的，就是它的里边的小灯珠，它们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只要呢有一个灯珠坏掉，这个灯啊它就不亮了。我们来看，你看这灯是不亮的，是吧？然后我们把它拆下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一个小坏灯珠，我已经呢把它拆掉了，然后把它刮干净。刮干净之后，然后呢，我们把药壳后边的这张锡箔纸。给它粘在这个小灯珠上面，对好位置以后，然后呢，给它多按压几次，让它粘的更加牢固一点。OK， 我们看这样就处理完了。接下来啊，我们就把它再拧到灯口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灯啊就能很快的把它给修好。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你看怎么样啊？这个灯就亮了，是不是？维修起来是不是非常简单，是吧？所以说啊，以后再遇到这种药壳就不要扔掉了，我们只需要用打火机给它烤一烤，就能快速的修好家里坏掉的这些 LED 灯。这个方法呢，要比电烙铁更加的简单，更加的好用。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今天才知道，原来把3个钻头给它绑在一起，塞到手电钻里面，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妙用。很多人啊都不知道。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的好用。首先呢，我们来看，把这3个钻头给它先对齐，然后呢。用个扎带给它扎起来，如果没有扎带，用胶布把它缠起来也是可以的。我们把它扎紧，扎紧了以后呢，然后把这3个钻头给它对齐，前面一定要对齐，然后呢，把多余这个扎带给它剪掉，然后呢，我们把它塞到手电钻里面。好，塞紧以后，我们来看，这个手电钻里面有3个豁口，正好啊是固定在这个钻头上面。然后呢，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像这个木板或者石膏板，如果我们给它开孔的时候没有大的钻头，只有这种小钻头，那么怎么给它开个大孔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我们来测试一下，来看一下。刚开始下钻的时候，它老是跑偏，但是没关系，现在它就可以打下去了。你看这个转速非常的快，是吧？钻的效果非常快，非常好用。看，几下就把这么厚的木板钻透了。而且呢，这个钻孔里面也非常的光滑。想要开多大的孔，换的钻头呢就比这个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就可以钻出大小不同的眼了。怎么样，朋友们？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啊？只要把水表上这个位置给它动一动，这个水表呢它就会转得非常的慢，或者是不转。很多老水工师傅们都用这个方法。到底这个方法好用不好用，是不是真的呢？今天给大家来做个实验。首先呢，在测试之前，先来试一下这块水表。我们先从这个进水孔这儿给它先注入空气，来测试一下这个水表能不能正常使用。我们看，从这儿注入空气以后，
水表可以正常使用的。它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进水口这个位置呢，先把这个管给它拧开，然后呢，它是用一个就这样的细线、细绳子，然后呢，把这个线和绳子你看，就这样先给它，大概就这样先弄到一起，然后呢，把绳子给它塞到进水口里面，就这样塞进去以后，然后呢，它把这个线呢再缠在这个水表的这个进水口这个螺丝扣上面，缠好以后，然后呢，它再把这个水管再接回去，做的非常的严密，是吧？当把这个螺丝拧上以后是根本看不到这个线的。你看，从外观根本发现不了问题。他的说法呢是，当这儿进去水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线给它冲到这个水表里面，然后通过这个线把水表里边的水轮给它缠起来，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水表转得非常的慢或者是不转的一个效果。到底这个方法行不行呢？还是一样来演示一下。从这儿呢给它注入空气，来看一下这个水表上面这个看它转不转，看一下上面这个表针，我们来测试我们看它还是转的，是不是？而且呢，转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和没有弄效果都是一样的。它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把这个水表给它拆开，来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就知道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了。我们把里边的表芯拿出来，来看一下。先拆掉上面这个表盖，然后拿出里边的表芯儿。好，我们拿出来以后，你看一下，这个里面呢是有个过滤网的，看到是吧？这个线你看还在这个位置。当水从这儿进来以后，有过滤网，这个线是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过滤网里边的。过滤网里边才是水轮。我们把这个拆开，你看，就算侥幸这个线进到过滤网里面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儿再拆开这里边呢还有一层，是吧？这儿呢也相当于是过滤网，很多这个小孔，是吧？当这个线进来第一层以后呢，它如果进不到这个第二层里面，它还是没有办法卡入这个水流的。所以说呢，就是以后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知道了吧？网上发的一些视频呢，不一定都是真的。经过我这样给大家拆解测试，大家就明白它的工作原理了，是吧？一个智能手机充电头就可以激活修复好这些充不上电的锂电池。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遇到这种锂电池充不上电了，先不要着急把它扔掉。今天客户拿过来一个充电宝，他说他这个放置时间太长了，然后充不上电了。现在呢，咱们就用这个充电头来给它激活一下。先把这个充电宝给它拆开，然后看一下它内部呢，也是用的是这种18650的锂电池。只要是这种锂电池，都是可以用这个手机充电头来激活修复好它的。建议大家收藏一下本视频，方便以后自己再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接着观看一下回放。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的情况下，也可以点赞转发支持一下。首先先把这个电池拆出来，然后用腕表测量一下它的电压，肯定是电压太低了。像这种锂电池放置时间长了以后呢，都会出现这个电压过低。电压过低以后，它就充不上电了。看现在这个电池它的电压是 0.149 伏，这电压非常的低，是吧？它用充电器肯定是充不上去的。现在呢，我们就要激活的时候，首先这是两节电池是并联在一起的。首先呢，需要把这个电池给它分开，必须要单节的来激活，同时激活是不行的。我们只需要断开一个点就行了，现在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单独测量一下这两节电池，这一个是 0.145， 这一个是 0.097， 这个更少。咱现在先激活这个更少的。这边也掉了正好，然后反正也需要单独来激活。在激活之前，咱们先用万能充来充一下电池，看一下能不能充电。看这个指示灯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它是确实不能充电。现在咱们就需要把它激活了。激活的时候呢，需要用手机的充电头，然后呢再需要用一条旧的手机数据线把这头给它剪断，剪断之后需要用内部的两条线，一个黑色和一个红色就行了。黑色就是它的负极，红色就是电源5伏的正极。然后就把这条线插在充电头上面，
把它再插到电源上。这边呢，我接了2个磁铁，就可以用磁铁来激活这电池。激活的时候，首先呢要正极接在正极，负极接在负极。这个正负极大家一定要弄明白。好，咱就可以这样接上去了。然后呢，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直观一点，我在这儿接一个这样的小的这个检测仪，让大家来看一下，证明一下它是可以充电的，可以激活修复的。我们看上面这个显示是 4.93 伏，然后电流是 1.53 安，它的电流是有变化的。现在呢就可以看出它正在给这个电池强制充电，充个大概10来秒钟，把这个电池给它断开，断开几秒钟之后，然后呢再给它接上去，让它接着再充电。然后呢手再摸一下这个电池有没有发热，如果有发热的，然后呢就需要把它稍微断开一会儿，然后接着再充。这个方法是非常安全的，因为这个充电器它的输出电压一共是5伏，强制充一会儿以后，然后再断开，看断开以后，这儿电流就没有输出了，是吧？现在都是0，它就是没有给它充电。当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接上去以后，它就会有电流了。现在是 1.2， 激活了有5、6次了。现在呢，咱们用温阳表测量一下，看它现在电压有没有上升。刚才这一块是 0.0 几伏，看一下现在电压是3伏了，是吧？涨得还挺快，是不是？激活了10来次，这电压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用万能充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给这节电池充电。这个电池呢，就是刚才激活的那块电池。然后咱们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充电器这个指示灯已经闪了，可以正常充电了。这个方法非常简单，是吧？然后呢，其余的这一节呢，我们还是需要刚才的方法再给它激活。激活好之后，然后把2节电池再给它焊接起来就可以了。微信长按2秒钟隐藏着10大功能，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使用微信的时候，这些功能都非常好用。第一种就是打开微信快捷方式，长按微信图标2秒钟，然后就出来很多种快捷方式。第一种就是我的二维码，打开这个二维码之后，朋友添加我们为好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扫我们添加好友了。第二项就是扫一扫，在我们付款的时候，或者是添加朋友为好友的时候，点击这个扫一扫就可以了。然后下面这儿是收付款，当我们收款或者是付款码的时候点开这个就会出来我们收款码或者是付款码。然后再讲一下第2个隐藏功能，建议大家收藏一下这个视频，方便以后忘记了还能接着再观看。第2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可以语音转文字，假如我们在不方便听语音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开会或者一些情况不需要听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语音转为成文字来看，也是可以的。我们主要就可以点住这个语音，不要松手，然后呢在这儿就可以看到转文字，点一下 OK， 现在就可以出来文字了，是吧？第3个隐藏功能就是提取文字，假如这些文字我们需要用的情况下，一个一个的往上面打出来的情况下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文字直接提取到手机上面。首先呢要点开下角这个加号，然后点开拍摄，我们首先需要拍一张照片，然后呢在这儿假如呢我们用不到这么多文字的情况下，也可以点一下这个编辑这边，然后选中一些文字，选好以后点对勾，然后发送。发送完之后打开这个照片，接下来呢就是长按这个照片2秒钟，然后出来以后这儿会有提取文字，点开提取文字。好，现在就识别出来这些文字了。然后呢我们点击下边这个全选，全选完以后我们在这儿点复制，好，显示已复制。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画面都给它先关掉，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文字粘贴过来了，然后点发送 OK，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很方便。第4个就是重要事情提醒，假如这条信息看一下，出门的时候让我拔掉电源，有可能我过1个小时之后才出门呢，害怕自己忘掉怎么办呢？其实也可以把它设置成重要提醒，长按2秒钟，然后这儿有个提醒，点开它，在这儿呢可以设置今天或者明天，还有就是1小时、2小时之后，在这儿呢就可以设置我就是1个小时就要出门，所以就设置今天1个小时之后，然后点提醒。
设置完以后，过1个小时它就会有铃声提醒，这样就不会忘记了。第5个就是相关表情功能，别人发了一张表情，我们没有合适的怎么跟人家回复，首先呢，我们就点开这个表情，然后呢，在上面会出来相关表情，然后点一下，接下来呢，下面出来的这些都是相似的，然后找一个发送过去就可以了。第6个隐藏的功能就是视频静音播放。假如我们还是就是在一些场合不适合放出来声音，我们想看这个视频怎么办？我们也可以长按住这个视频，然后呢就会出来静音播放，我们点开它就可以静音播放了，没有声音这个时候。第7个隐藏的功能就是搜一搜，在输入框这边长按不要动，然后呢就会出来搜一搜，点开它，在这呢可以搜索表情、视频、文章、音乐等，输入好歌曲名字，然后点击搜索。假如需要这首歌曲，然后直接点发送就行了。第8个隐藏功能就是艾特好友，在微信群里面，如果想和他说话，按住他的图像不要动，然后在输入框直接就出来他的名字了，然后在这儿打上字发送过去，这样呢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提醒。第9个功能就是屏蔽朋友圈，像发这些信息我们都不愿意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屏蔽掉。假如想屏蔽它的情况下，就点住这个图像，然后呢在下边会出来设置权限，打开它，在这儿有一个不看它，把这个开关打开，这样以后呢它再发一些信息我们就收不到了。第10个隐藏的功能可以把英文变成中文，在这也是一样，先打开相机，给这个需要翻译的英文拍成照片，然后呢点击发送，发送完以后也是打开照片，按住长按不要动，这样呢有翻译点开就可以了，然后它就开始扫描翻译，已经出来了是吧？这些功能都非常的好用，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把拉铆钉用锤子给它砸一砸，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呢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使用方法。首先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拉铆钉呢先给它拆开，把里边这个拉的这个杆啊给它先去下来，用个钳子这样夹住它，然后呢就这样就掉了。我们呢就用这个小东西，它的第一个妙用呢就是我们来看，像家里我们接这种插头、插排或者是漏电保护器空开，你看像就这个，如果这个电线非常细的情况下，把它塞到这个孔里面呢，你看，因为这个间隙比较大，拧这个螺丝的时候无论怎么拧，它也固定的不牢固。如果拧的非常严重了以后呢，就会把这个线给它拧断。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铆钉就拆开以后，这个铆钉把这个线给它塞到这个里面，然后呢用个钳子给它先夹一下，给它夹扁了，然后把它放到这边，用锤子给它砸一砸。你看，把它就这样砸扁了以后呢，我们再使用的时候就会把它固定的非常的牢固。像这种空开也是一样你看，把它塞到里边以后，你看这样就可以把它塞进去。塞进去以后呢，当我们再把这个螺丝拧紧的时候，无论怎么拧这个线呢也不会把它给拧断，而且这样拧完以后还是非常的牢固的。你看，无论怎么拔怎么弄，它也不掉，非常的牢固。这个呢就是这个铆钉，把它拆开以后它的第一个妙用。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2个妙用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像家里的电饭锅或者是电饭煲其实上面这个温度保险坏的是比较多的。我们在换这个温度保险的时候，因为这个线比较短，在接线的时候呢没有这种专用的接线端子，如果手给它缠上的情况下呢，它也不牢固，很容易出现发热再烧坏它。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还是一样用这个铆钉，拆开的是铆钉，就可以把它给接得非常的牢固。首先把拆开这个铆钉呢，用个剪刀把上面这个帽给它剪掉，剪掉帽以后呢会更加好用一点。我们看就这样，先剪掉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温度保险给它塞进去，然后这边呢把这个电线插头、电线头给它塞进去。用这个方法接好的线非常的牢固，接好以后呢也是一样用锤子给它砸一砸。好，砸紧以后我们来看这个效果。其实呢它和这种专用的接线端子都是一样的你看
接好以后非常的牢固，非常的好用。这个呢就是拉铆钉啊，拆开以后它的2个最好用的使用方法。在我们每个家庭里面都有这种老旧的闲置的充电器，很多人都感觉没有什么用，直接都扔掉或者是当废品给卖掉了。其实呢，这些充电器在我们维修师傅眼里面啊，还是一个宝贝。它有很多的使用价值。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你看啊，像这种最常见的，一般啊有很多都是5伏的。拿这个给大家来先演示一下它的功能啊。首先呢，就是先把这条线给它剪掉，然后呢，给它先拨出线头。拨好线头后呢，它的第一个使用功能呢，就是我们拿出插排，把它插在插排上面。第一个功能呢，就是你看家里的 LED 灯啊，非常的不耐用，用一段时间就坏掉了。像这种坏掉的灯呢，大部分都是上面的灯珠坏掉了。我们用它呢，就可以快速的检测家里 LED 灯上面是哪个小灯珠坏掉了。我们来看，当这个灯珠你看，当它亮的时候呢，就说明啊，这个灯珠它就是个好的。我们看这个亮了是吧？然后呢，再检测一下其他的。如果检测到哪一个灯珠不亮，就说明啊是哪个小灯珠坏掉了。用这个方法检测灯珠呢，非常的好用，这是它的第一个使用方法。然后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第2个使用方法。首先呢，就是用它呢还可以检测。我们来看家里的电线，假如断掉了不通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检测它了，是吧？检测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我们来看，仔细看啊。首先像这种电饭锅上的电源线啊，把这边呢给它插在这个插孔里面，然后呢这边接在这个里面，分别来测试。你看上面的指示灯是亮的，然后再测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你看接好以后这个灯就灭了，灭了就说明啊这条线它是导通的。然后呢再来测试一下另外一条线，如果检测到哪一条线上面的灯它不灭呢，就说明啊这条线它就是断的。如果这个线灭，就像这个情况灭了指示灯是吧？灭了就说明这条线是没问题的。它不仅可以检测这个电源线，而且呢像开关坏了以后呢，也可以用它来检测啊。首先我们来看，当这样接上去以后呢，上面的指示灯是亮的，打开上面的开关，你看灯灭了，就说明呢这个开关就是个好的。这是第2个它的好用的方法。第3个呢就是假如呢家里的 LED 灯我们看坏的非常严重，没有办法修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剪下来一小块，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分别结一个鳄鱼夹，几个小夹子，然后呢给它夹在这个上面，就可以当做一个小夜灯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你看这样如果不亮呢，就颠倒一下位置。再来看一下怎么样，这样就亮了是吧？做个小夜灯非常的实用。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些实用价值啊。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我们共同一起讨论学习一下。今天我们来修一个互通的机顶盒，它的问题呢是插上电以后呢，你看打开上面的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像这种互通的机顶盒其实都有个通病，就是说呢它内部这个电源最容易出现问题，坏的最多。现在咱们把它拆开看一下，是不是电源上面这个小配件坏掉了。其实呢这个小配件坏的是比较多的。先拔掉电源，然后呢我们把它给拆开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部一共2块板，这一块是它的主板，这块就是电源板。重点呢我们就要检查这个电源板。首先先看上面的保险丝有没有问题，看着外观也没有发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像这个互通不通电呢，还有一些原因是这个开关坏了，但是这个开关坏的几率是比较小的。像这种情况呢，再来检查一下上面这些元件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包括上面这些滤波电容。像这些滤波电容如果出现鼓包漏液以后呢，它的输出电压就会偏低，然后这个主板呢它也不会工作，所以呢这儿也不会显示。我们看像这个电容也没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呢第一步就给它先通上电，然后呢用腕表来测量一下，看一下这个电源板上面有没有电压输出。我们看这边这4条线有3组电压，第一组是一个5伏的，然后这边是个15伏的，最后呢是一个20伏的。现在给它通上电，我们来测量一下这几组电压正常不正常。最主要呢就是检查一下它的5伏电压输出正常不正常。我们来看这个5伏电压呢，现在只有 2.4 伏，说明这个5伏电压太低了。然后再检查一下另外这2组，看电压正常不？这一组呢是 22.8，
最后一组是30伏，另外2组电压正常的。现在这个不开机，说明它这个5伏的电压偏低引起的。像这种情况呢，首先呢，先把这条线给它断开，断开之后再来测量一下，来判断一下到底是这个主板短路引起的电压偏低，还是这个电源板它的负载能力差引起的电压偏低。我们把这个插头给它先拔掉，拔掉之后，然后接着再来测量一下这个5伏，看一下这个电压。我们看现在呢，电压就正常了，断掉这个负载之后，电压就是5伏，是正常的。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呢，再来捋一下这个线啊。先看一下这个5伏的线呢，从这儿到这儿来，这是个5伏的。然后呢，测量一下这个主板有没有短路，看一下这5伏。我们看这个5伏是正常的，也不短路。像这种不短路，然后这个电源板负载能力差，然后这个电压偏低，像这种情况啊，先把它先拔掉电源。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这个电源板的问题。我们呢现在把这个电源板给它先拆下来。5伏的电压偏低，首先呢先检查一下上面这个10伏的电容，看一下有没有鼓包漏液。看这个是10伏470微发的，外观看着没问题。然后呢这儿还有一个10伏1000微发的，外观看着也没有问题。像这种没有问题的，也并不代表它的容量没有下降，也并不代表它没有坏。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大点的啊，就是1000微发的，把这个先拆下来，来测量一下它的容量。我们来看它的容量呢，不到200微发了，明显就是它的容量偏低。我们看这就是一个1000微发的电容，现在容量不到200微发，说明啊就是电容坏掉了。没有找到10伏的，我找了一个25伏的，这个呢耐压值更高，把这个给它装上来测试一下。这个电容呢个头有点大，但是呢能正好把它塞进去。换好以后呢，我们来通电看一下啊。插上电以后呢，打开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开机。哎，你看啊，现在正常了是吧？没问题了，就这么简单，是不是？以后看电视的时候啊，就不要再用2个遥控器了。每次呢都是用电视机的遥控器啊，把电视机打开，然后再用电视盒的遥控器打开电视盒换节目。等不看电视的时候呢，再用电视机的遥控器关掉电视机，再用电视盒的遥控器啊关掉电视盒。这样呢，2个遥控器倒来倒去非常的麻烦。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其实呢也可以把这2个遥控器给它合并在一起。合并完以后呢，以后在看电视的时候啊，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了。它不仅可以控制电视机，而且它也可以控制电视盒，这样使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了。首先我们看啊，无论是这种移动的电视盒，或者是联通电信的电视盒，其实呢都是可以把电视机遥控器上面的功能给它学习到这个电视盒遥控器上面的。首先看啊，无论是哪一种遥控器，它都是有2个区域。我们看这一块有个区域，然后其他一部分是个区域。这部分区域呢是可以控制电视盒的，而这一部分区域呢，我们来看上面写的是电视机按键区，说明啊这一部分区域它是可以控制电视机的。但是呢，默认上这几个按键它是不能控制电视机的，我们需要给它学习一下这几个按键，它才可以控制电视机。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个按键它的学习方法。学习完以后呢，这2个遥控器啊就可以合并在一起了。首先我们看啊，在每个遥控器后面啊都有它的学习说明，有它的方法。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像这个遥控器啊，就是按住上面这个开机键，它是学习按键，长按住不要动。我们看这个指示灯的变化，我们看一直在闪，你看现在不闪了，变成常亮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电视机的遥控器给它对在一起，最主要呢就是让电视机上面这2个红外发射管让它对在一起，离的距离越近越好。然后呢，点一下，我们先学习这个开机键，点一下，你看现在是慢闪，慢闪呢它就正在等待学习。然后呢，按下电视机遥控器上面这个电源键，我们看上面这个灯的变化，按下之后它快闪了几下，就说明啊这个按键已经学习成功了。然后呢，再学习上面这个 AVTV 这个按键，我们再点一下，现在也开始慢闪了。然后呢，再点遥控器上面这个信号源，这个信号源啊就是和这个 AVTV 它俩是一个功能。好，快闪完了，说明啊这个按键也学习成功了。然后呢，再学习这个音量键，点下音量键，等待学习中。然后再点遥控器上面这个音量键 ，OK， 这个也学习好了。
再点一下这个音量夹，学习一下。好，到这儿呢也是点遥控器上面这个音量夹，也赏完了是吧？赏完呢，现在就说明这个4个按键已经学习成功了。然后呢，退出这个学习模式就可以了。这几个按键任意点一下，你看这个灯灭了之后，就说明啊它已经退出成功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几个按键，看一下能不能控制电视机。开机来看一下，没问题是吧？电视机开机了。再试一下信号源，我们看也没问题是吧？出来了。测试一下音量键也没问题，音量夹也可以。这样以后在看电视的时候，使用这一个遥控器就比较方便了。只有一个灯泡，没有灯口，怎么把它点亮呢？因为出门干活的时候啊，一些原因灯口啊坏掉了，或者是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啊，如果去买一个灯口啊，比较浪费时间，太耽误时间了，这个活呢就没有办法干了。其实呢，遇到这种情况，工地上啊有很多老电工师傅啊，都是自己制作一个灯口，也是非常的好用。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找一条就这么长的硬铜线，然后呢，在前面给它拨出外皮，大概啊拨个20公分的长度就可以了。这个呢拨的有点短，然后呢，我们接着再给它拨出来一点儿。拨好以后，然后呢，把这个硬铜线放在灯口这个上面，然后呢，这边啊顺着灯口上面这个螺纹给它缠上，就这一圈一圈的缠上，缠的一定要紧密一些。好，缠好之后，然后呢，把它拿下来，修整一下，把这个圈啊给它修整的稍微小一点。修整完之后，然后呢，在这边窝过来，给它修整完以后，在这边窝一下，然后呢，拧上灯泡来测试一下，看，很轻松就可以拧上去了，是吧？然后呢，再需要准备一个短的硬铜线，大概呢前面拨出这么长就可以了。接下来呢，给它窝一个小圈出来。这边这个圈啊，不要窝这么大，一定要窝个小点的。窝好以后呢，就这样给它再反过来，然后呢，再这样窝一下。把它呢，给它固定在这个上面这个大铜圈上面，就这样呢，用胶带啊给它缠结实。拧上灯，我们来测试一下。你看，这样呢，一个灯口就制作好了。这样呢，使用的时候啊是不太安全的啊。然后呢，再找一个废的饮料瓶，用烟头在这儿探个孔出来，把这个给它放进去，这样使用起来就非常安全了，也非常的好用。换灯泡也没问题，从这儿把灯泡拧下来，然后换灯泡也是很方便的。这个呢，就是工地上一些老师傅经常使用的方法。怎么样啊，朋友们？如果你还有更好用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共同讨论学习一下。